欢迎收看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有请主持人孟非。欢迎收看江苏卫视《非诚勿扰》，大家好，我是孟非，欢迎大家，欢迎房澜老师、陈明老师。有请今晚24位美丽的单身女生。She said, spread your wings, my little, let what they say keep you up at night and they can walk on by. My feet can't touch the ground, and I can't hear a sound, but you just keep my yeah. Walk on over there, 'cause I'm too fly to care. These wings are made to fly. 24位女生，欢迎你们，请亮灯。有请1号男嘉宾。孟非老师好，24位女嘉宾好，2位老师好。我叫袁欣欣，来自湖南，现在的话是一名摄影师，在上海工作，今年26岁，谢谢。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我的另一半喜欢拍照片。等会儿，那上面写的是爱自拍。爱自拍，对。爱自拍和爱拍照片还有些许不一样。对，你是个摄影师，你喜欢他爱自拍的意思，我理解就是你不想给他拍。我这样理解有没有问题？有问题，没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觉得一个爱自拍的女生的话，她首先我觉得她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一个人，也是一个自恋的一个人。然后她可能喜欢自己，她才会自拍。对，然后我觉得我也不知道她是没听懂还是不爱搭理我。11号。因为我也是比较喜欢自拍的人，然后呢，平常就是拍照10分钟，然后修图1小时。你会介意女生过度修图吗？我个人喜欢真实一点，过度修图的话，我觉得已经是就是真实性已经没有了。对，我不喜欢就是过度修图。女生要告诉你，我不要真实，我只要好看就行。吴婷，男嘉宾你好，你刚才说了就是爱自拍小姐姐的几大特征，什么热爱生活、自恋什么的，但是我读到了一个潜台词，就是爱自拍的小姐姐一定是长得好看的小姐姐。所以其实你希望的未来是一个长得好看的女生，是不是？对，我当然希望我的另一半是一个美丽的女性，但是光有外表也不行。对，我觉得还要内在的一个人的一个气质，还有她的一个修养。好的 ，get 到了。我能不能稍微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女生，你刚才说希望她内外兼修，外表也要美丽，五官里面你最在意哪一关？我最在意的是眼睛，因为眼睛是心里的窗口。陈明，对，你觉得五官当中你最看重什么？我最看重鼻子。我投你一票。眼睛对一个人的美的决定作用远不如鼻子来的大。有些眼睛小一点的人也长得不难看，眼睛大当然更好看。鼻子在五官当中起到决定性的那个平衡作用。对。当然，这个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审美喜好了，但是你的喜好是对的。对，哪有没有对？你说的什么都是对的。第二个问题，我不希望的是我的另一半在一些家庭的琐事上就是管着我。宋方瑞，其实我想问一下男民，就假如说咱俩在一起了之后，你会刷碗吗？就是每次都你刷的这样的。可以啊，没问题啊。但是我希望的是，你也可以分担一些家务，对，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得我来做。贾明玉，
那就是女孩子平常在家里其实挺邋遢的，你会不会因为这个事情去念她呢？或者是对这个事情你觉得接受不了？当然我个人是不喜欢这样的行为，但是如果说我爱你的话，我愿意去为你打扫卫生，可以去把你的那些。她自己邋遢，就是女孩子在家可能都不洗头的。不洗头？对。你得问几天？几天？我在家要宅1个礼拜，我1个礼拜都不洗头。贾明，我也好奇，就1个礼拜不洗头发，你是觉得这样很舒服吗？就是有的时候在家里懒嘛，然后我是那种不爱出油的人，就是我1个星期不洗，它头发是不痒的。到痒为止。啥时候痒啥时候洗。看第一条片子。我一直希望自己的眼睛能像取景器一样，把所有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一帧一帧地存储进脑海里。这是生活送给我的私人摄影展，我给它取名叫25岁辐射线的人生。在20多岁的年纪里，迷茫是必不可少的。我一直觉得收入是次要的，从事自己喜欢的行业比什么都重要。为此，我尝试过很多职业，直到出于兴趣报了一个摄影班。不错不错。从此就沉浸在色彩、光影、构图的世界里，经常一个人复盘模仿明星的硬照，不是欣赏他们的颜值，只是为了学习其中的人像拍摄技巧。除了广告和杂志平面照，淘宝我也不放过。别人逛淘宝是买，我是为了看产品介绍图。以便学习静物摄影技巧，还因为刷的类型太多，经常收到一些奇奇怪怪的推送。摄影师们追求美的艺术，生活中我也会在穿搭上注意细节。摄影师的自我审美可不能太差，所以除了设备以外，我支出的另一大项就是买衣服。曾经的我是个负面情绪收割机，不太善于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习惯像个去嘴葫芦一样自我消化。现在镜头后的我，拥有了表达自我的新方式，也喜欢上了和家人朋友分享作品的感觉。对摄影坚定不移的热爱，让25岁的我不再迷茫。哎，星星，你是不是因为电影取的这个名字啊？哎。这已经是第801次被问这个问题了。我外婆她老人家觉得可爱起的名，没有那么多因为所以，禁止脑补。名字不过是个代号而已。我是袁星星。冯坤阳。我知道，就是很多摄影师就特别擅长引导模特啊、客人啊拍照。你可不可以教我们女孩子几个拍照比较好看的姿势啊？你来。这个其实每个人都会不一样的。你来。一般的话就是。就是会不一样，会分情况。你看你是拍什么样的照片？不为难你，不为难你。李美霞。男嘉宾你好，就是那个我平时从网上看过几个那种拍照小技巧，就是说什么头痛，然后牙痛、腰痛，还有个胃痛，你忘了？有，就是。是男。你好，男嘉宾。你好，我问一下，就是刚才短片里说你之前是负面情绪收割机，我想知道你都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消化自己的负面的情绪啊？我都是喜欢一个人独处，然后好了之后我才会就是重新的去面对生活这样子。会调整一下自己。对，我会调整自己。那我看你现在是有改变是吗？其实之前为什么负面情绪多，是因为我觉得没有。主要是工作上面让我感觉到很迷茫，从事过很多的工作，但是这些工作我都做的不久，就只有几个月就辞职了。
对，但是直到我遇到了摄影的话，我才觉得我很享受拍照的那个过程，包括我给别人拍出了好看的照片，别人也会很高兴。许吉平，我感觉你是不是比较一个忧郁的人？因为你经常觉得自己会迷茫，然后有负面情绪无法排遣。那你会不会比较喜欢找一个乐观一点的女孩子？我希望我的另一半可以来弥补我一下，就是他可以更加的活泼一点。我想说一下，我就是一个比较乐观的女孩子。我一般是这样子，如果当我遇到一件不顺心的事情，那我就会告诉自己，人品是守恒的，下一次肯定会遇到一件幸运的事情。希望你可以更加的乐观自信，谢谢。谢谢。好，看下一条。我们相爱过吗？相爱过，多久？好像是一瞬间。我一向觉得感情的事情勉强不来，真正的爱情不是追来的，遇到对的人，一句话，一个眼神就够了。遇见他的第47分钟，我亲吻了他的脸颊。我想，这应该是我此生做过最大胆的事情。在酒吧暧昧的氛围和合适的时机下，认识的当天，我们就成了男女朋友。现在想想，如果换一个认识的时间和地点，或许我们就不会那么快确认关系。几个月后，他的父母要求他找一个上海本地的男生，于是他提出了分手。我理解他的选择，没有父母支持的爱情，大多也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我觉得对前任最好的态度，就是一别两宽，各自欢喜。所以我不能接受女生和前男友藕断丝连，也从不用套路追求女生。吃饭是最好的约会方式，两个人的口味是不是一致，话题是不是越聊越多，有没有注意餐桌礼仪，约会着装是不是足够重视，这些都能体现彼此的心意。现在的我空窗1年半了，期待能早日遇到我的灵魂伴侣。我不在乎那些外在条件，只要你是对的那个人，千万别松开我的手，让我们一起长长久久的走下去吧。慢慢要看到过去，8分以上就可以了。8分就是差不多舒服的样子嘛。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片子在播的过程当中有那么一句话集中灭灯了有一阵，那是哪一句话？哦，他们都注意到了，哪句话呀？哎，1天之内，你可以呀，看不出来啊。哦，为什么会在1天就成了男女朋友？有这么多人灭灯呢？宋方瑞，因为我觉得就是挺草率的。就1天以内，我觉得就是肯定不会长久的。几天就合适了？我觉得怎么也得是在2周吧，就是先是做朋友，完了之后慢慢了解。2周？对。关于这个时间节点，有人有不同的看法吗？杨以娜。就是我觉得2个人最少要相处2、3个月才能确定关系。好，2周2、3个月，还有别的没有？单严谨，我觉得其实我灭灯的原因不是因为男嘉宾说他的时间的问题，我觉得是气氛的问题。你介不介意这个1天就成？你不介意，我觉得会有这样的可能性。到底多少时间成为男女朋友？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正确答案。爱情这件事情之所以美好，就在于它不可控。我们去看看所有给我们留下在人类艺术史上留下美好回忆的那些经典的爱情电影也好，小说也好，都是那么1、2天之间的事儿。泰坦尼克号才几天呢，人家为他死去了。所以我们会为这些美好爱情感动的热泪长流的时候，当我们的爱情来的时候，哎呦，太草率了吧！还要2个月我才考验他，这个我倒觉得，没什么毛病。罗新月。我就在短片里看到你说不太注重外在条件是吧？那我觉得你有点虚伪哎。
他还要说8分以上就可以。8分以，对对，我也注意到了。他的满分是100分。那我想请问你在酒吧遇到的那个一见钟情，你敢说你看中的不是他的外表或者身材吗？是这样，我觉得就是我说的那些外在条件的话，就比如说我说是那些物质条件，就比如说你拥有几套房啊、几套车啊、多少钱啊，这些我不在乎。对外表的话，我觉得我还是在乎的。你到底哪呀？你说一会儿在乎，一会儿不在乎，喜欢眼睛大，但是又不在乎。我不在乎，8分以上就可以了。8分以上还叫不在乎啊？他刚才解释了，这里面可能有一个表达上的误会。他刚才说我不在乎外在条件，但他在乎外貌条件。他说了，外貌条件和外在条件有很大的交集。长得美可以不要没有钱。对，就是你没有钱什么，只要你长得好看，我都不介意。他这个好像很潇洒的一个爱情观啊，潇洒。而且他刚才那个片子还有个数据，我觉得比一天更酷啊。他说的是47分钟，他就吻上了他的脸颊。这个数据比较，我刚把你摘出来，他又把你弄进去了。我刚把那一天的事说完，他说你47分钟。最后灯全灭完了，90%的功劳是陈明。别怪我呀！你到时候不要找我，是他。最后一个问题，20号。大家好，我叫于晓彤，今年32岁，来自于辽宁抚顺。然后男嘉宾您好，我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是男女朋友的关系，然后你遇到了一个外在条件也还不错，然后符合你的审美，灵魂契合度也很高的这种情况，你会怎么样处理呢？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最后一个问题，20号。大家好，我叫于晓彤，今年32岁，来自于辽宁抚顺。然后男嘉宾您好，我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是男女朋友的关系，然后你遇到了一个外在条件也还不错，然后符合你的审美，灵魂契合度也很高的这种情况，你会怎么样处理呢？我觉得，也看我和女朋友在一起多久，就是看我们的感情基础会是怎么样。我觉得我比较专一，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如果说经历了很多的事情的话，我不会就轻易的就抛弃一个人。我也觉得这样子的话显得有点。你说你是个专一的人，然后因为经历了很多，所以你也不会抛弃他。这个话听起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两个人就算出现了问题，只要我们曾经在一起，我就不会抛弃你。但有可能我已经不喜欢你，但我还是因为要有一个专一的人设，我就必须下去。听起来非常勉强。是我也在想，抛弃这个词带来的这种感觉，抛弃是对物的，不是对人的。抛弃的前提是一种主权，一种占有，是有从属关系的才叫抛弃。而且尤其是你第一时间的反应，当女嘉宾有提到说你已经有女朋友了，又碰到一个 soul mate， 你的第一反应就是那我要看一下我跟女朋友现在情感的情况。那你说完这句话，我跟梦爷就相视一笑，我们就互相看了一眼，我说天哪，很难救回来了。他这个我不同意，他没有想救回来，我救了一次，他又把他拉回去了。好，再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我叫袁欣欣，来自于湖南，现在的话是一名摄影师，在上海工作。我希望未来找一份活泼可爱的、喜欢拍照的女生。祝她幸福吧。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孟非老师好，黄老师好，陈明老师好，24位女嘉宾，大家好，我是刘泽斌，33岁，来自福建漳州。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我希望女生能一次性通过驾照考试的4个科目。是个驾校教练吧？我的天，要求太高了。你是都一把过的，对不对？我觉得说女生如果能一次性通过的话，她至少具有3个优点。1. 学习悟性高。2. 应变能力强。3. 心理素质好。完美。像不像我给他彩排过一遍？咦，好喜欢这样的一个捧哏逗哏的关系啊！大家好，我是孟非，我是刘泽斌。刚才那几种能力啊，我们可以在其他的方面也可能能体现出来。为什么你偏偏把它在考驾照这件事情上？对呀。我觉得说这个指标是除了高考以外，我们可以判断一个女生综合素质一个简单的指标吧。除了高考以外，就差要说考多少分以上了，要画分数线了。你们有驾照的女生举手，我看一看。来，手放下。有没有一次通过的？李美霞，你什么情况？就是我是科目2的时候，我第1遍没有过，然后第2遍过的。啊，就是他一次过，但不是一把过。对。我所谓的一次性通过，就是4个科目，每个科目都只考1遍就过了。那我觉得男嘉宾，如果你单独的去把考驾照一把过去评价一个人的综合素质，我觉得不是很合理，你觉得呢？对，确实不合理。但是我就要这么说。但是有过人可能是比较我说具有那3个优点，有这3个优点的人，他也有可能像你一样差之毫厘没有过，那没有关系的，只是说它是一个正向，不是双向的啊。他说的非常严谨，他的意思是他的这个条件跟他要的这个目标，并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但是是正相关条件。对，正相关条件。严谨。来 ，give me 5，耶，好。23号。男嘉宾你好，我是这样，我学车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叫倒车入库嘛，就我每次倒车入库，然后倒完出来就会吐，就是会晕车。对。其实科目2倒车入库有个诀窍，就是你要慢一点，只有慢的话，我们才有纠错的机会。你如果倒得很快的话，你自己都要吐了，那肯定来不及纠正。他是到这儿来来招生的，我看出来了。你开了个驾校吗？啊，没有。来，第2个问题。我希望女生喝奶茶不要吃太多的料。这都什么呀？有哪些料可以加在奶茶里边呢？比如说像一些珍珠啊，什么椰果，我建议女生就不要吃那么多。我只喝纯奶茶，就不加料。一般要纯茶叶制作，还要纯牛奶，还有真正的白砂糖，没有糖精的。那男嘉宾可不可以不喝奶茶呢？可以啊，可以啊。比如说我有的女朋友喜欢吃什么，我就陪她吃什么。他吃这个料，你就不陪他了吧？肯定当场不能扫他的兴。那他如果要喝就喝吧，我事后再做思想工作。还是一个很有情商的刘老师。谢谢，孟老师。许吉平。男嘉宾你好，像我的话是更喜欢吃那个料。你愿不愿意？比如说我加很多的料，我把料吃了，奶茶给你呢？你就寡吃那个料是吧？一勺一勺的往嘴里撂。不要经常吃，偶尔吃一下也没关系吧。3号。你好，男嘉宾。我不光喝奶茶喜欢加料，我喝酸奶也很喜欢加很多料。就是在这里，我可以跟大家安利一下自己在家如何做酸奶杯啊。
首先，我们要准备一包酸奶，然后倒入我们的杯中，然后呢，再加入一些水果，你喜欢吃的水果，芒果块呀、草莓块呀、菠萝块都可以，再加一点冰，口感会更好。然后倒到杯里面呢，搅碎，这样你就可以获得一杯美味的水果酸奶杯了，营养又美味。哇，做得很好，做得好。好，看第一条片子。每种选择都有代价，每种人生都有成本。人活一世，本就是一场宏大的成本核算。我叫刘泽斌，厦门大学经济学硕士，现担任国有银行个人金融业务内训师及大堂经理。工作之余，我专心撰写经济学著作，并即将出版。投资是时间的函数，从小我就会统筹零花钱，确保每天有零食吃，还能有存款。小学时投资干脆面的卡片，集齐了全套，小赚了一笔。20岁时力劝父母买房，现在看来当时的决定十分正确。好歹我现在不用为分房发愁了。分房？婚房，真的没办法。西方经济学认为，人要合理面临权衡取舍。我喜欢健身，但前往健身房的时间成本过高，于是我在自家顶楼搭建了私人健身房。我喜欢美食，但如果餐厅的排队时间成本过高，我会选择放弃这家。情感世界无法用数学模型来计量，在人际交往中，我不计成本。不喜欢用有效或无效来决定是否社交。我是朋友聚会时的买单王，朋友在一起，我愿意多付出一些，只要开心就好。许吉平，男嘉宾你好，就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然后非常有理财能力。那么我想问一下，比如说你跟你的另一半结婚之后，你希望你们的钱谁来管呢？我希望对方管。在西方经济学呢，消费和投资是两个不同的主营业务。我觉得女生的话，她消费应该是她的专长和主营业务。那我擅长投资理财呢，我来负责投资，我来负责赚钱，她负责花钱。那我向她提出投资理财的预算方案，而女生呢，她就形式上的审议、批复和通过我的投资理财方案就可以了。我会尊重她的决定。好的，谢谢。哎，那我好奇，男嘉宾，如果你找了一个女朋友比你还能挣钱呢？这是好事啊。那就你来管钱。对，跟董事会一样，谁的股份大，话语权就大。哦。他的最后的投资和消费的决定跟你的专业建议有了冲突，怎么处理？如果他对西方经济学感兴趣的话，我向他上课，普及一下知识。我懂了。我听明白了，打一场辩论，我听明白了，开杠啊！如果说他不听我的建议也没关系，我会尊重他的选择。确实是让女生管钱。哦，对。我们回忆一下你们不知去向的零花钱好吗？小时候，你当时是怎么安排的？在那片子里边说。我小时候，我家出门右转30米就有一家国有银行，我小时候经常在里面玩耍。然后应该是7、8岁的时候，然后我就自己学会了看屏幕上面的利率牌，然后学会算定期存款。我那时候就想啊，我说要是我有一笔本金的话，存在银行，每个月的利息超过我爸妈工作的收入，那他们岂不是就不用上班了吗？然后我就让我妈给我开一本叫做零存整取的存折，就每个月固定存一笔钱，然后等到期之后一起支取出来。7岁就建立起了财务自由的概念，起码是有这个目标和方向。但是我听起来蛮可怜的，就是小朋友没有人陪他玩，自己在银行里自己看就学会了，然后说我要挣了钱，爸爸妈妈你们就可以不工作不挣钱了，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们是不是可以陪我？
确实，小时候爸妈对的陪伴算比较少的。那时候我6年的话，几乎都是自己走路上下学的，连开学的报名都是我自己完成的，算比较独立的。经济学家原来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太不容易了。单严谨，我觉得我跟男嘉宾比起来，我就是个大笨蛋。我小时候家里给的零花钱，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是到我这儿，就直接他们就会给我妈什么的。然后后来他们说，哎，给我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拿这钱干什么，但是我就会自动的跟我妈，我就说花钱都是你养我的，那我这个钱自然而然就要给出去。所以我从小就没有钱，到现在也没有。再下一条。决定放弃时已经无法收回的付出，称为沉没成本。每一段结束的爱情都是沉没成本。初恋我们相差8岁，在一起2年却从未有过争吵和隔阂。我喜欢精心安排我们的约会，做好所有攻略，他也很喜欢被我安排的感觉。2年后，他考上外省的研究生，为了把他留下来，我向他求婚，但他还是决定奔赴自己的未来。我安排了我们恋爱的过程，却安排不了我们相爱的结局。2年的感情随着他的离开一并沉没。后来我又谈了一次恋爱，他向我表白，并送了我自制的饼干。曾经我认为自己制作饼干很浪费时间，但在他送我饼干的那一瞬间，我理解了时间成本在爱情面前不值一提。那时我们都有结婚的打算，但我计划考博，读博的代价是要辞掉现在的工作，但他认为没有稳定工作的婚后生活没有安全感，所以我们还是分开了。在感情中，我不认为用时间能换来日久生情，我不计较成本和回报，向往一段爱情始于一见钟情，无论结局是否美好，付出都是值得的。13号。我一直特别想问男嘉宾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你的学历很高，然后又要读研又要读博，然后你的前女友们感觉学历也都很高，应该也都是很聪明的人。那你有没有觉得女生的学历最低标准是什么？找另一半这种？没有的，我还是觉得说我们学历跟聪明也是一个正相关关系。我不要求我的另一半有多高的学历。只要我们能合得来、聊得来，然后是我认为说是这种聪明的就可以了。我自己有一套标准，他有一套标准。车要开得好，想起来了。23号。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在谈恋爱的时候，就是讲话也是这样的吗？就会经常说一些就是特别理性，然后会说一些经济学的原理这样。因为我觉得如果这样谈恋爱讲话，一个是很累，第二是让我觉得可能会没有热情。我2段恋爱的话，聊天都不会这么有学术性。为什么到这里就有了呢？对呀。可能是因为我穿了西装，如果我穿了便装的话，可能就……那你要不要脱一下？也可以啊，里面有马甲。等脱完之后，比较放松一点。就是你谈恋爱也会撒娇啊？我没有撒娇哎，我不会撒娇，从来没有。他们就觉得你吧，挺有知识的，挺儒雅的。就是你现在在台上呈现出的状态，他们就带入到如果跟你约会的时候，可能他们会觉得你是不是稍微有一点古板？不会的，我不会古板。然后我也很喜欢讲笑话。哦。我挺幽默的，跟女朋友。对。我很幽默的跟女朋友。罗新月，就是我想问一下，你之前的感情经历，你为你女朋友做过的最浪漫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送花给他，没啦。然后带他去我们厦大门外的白城沙滩散步。你刚才片子里边有一句话我不太明白，你说他后来才发现两个人相处当中，就算是浪费时间，也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怎么叫恋爱中浪费时间呢？就是在我们第三个人看来，觉得这两个人像傻瓜，做一些傻瓜的事情，但是在两个人来说是很浪漫的。最后一个问题，15号。你好，男嘉宾，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您 VCR 里有播2段感情都已经走到结婚的那个阶段了，是这样吧？第一段应该实质上没有走到，但是第一段就是有说，因为这个女方要去读研了，你想把她留下来，所以就是现在求婚了。但是第二段也是走到这个地步了，然后您想读博，但是这个女生不太能接受。但是您当时怎么没有为第二个女生就是放弃读博，然后跟她就是结婚呢？是不是没有第一段这种感情那么深厚呀？确实，因为第一段是我的初恋，我们谈了2年嘛，初恋在一个人的心里面分量算挺重的，我对他感情是比较深的。然后第二段的话，交往也没有很久，就几个月吧，然后觉得双方挺合适的。我读博，我觉得这是我人生重要的规划。但是第一段那个女生也是要去读研啊，您就想用就是现在求婚把她留下来？应该2段感情是不一样的，很多细节是不能对比的。太多了，不能对比。哎呀，非常非常遗憾，因为这个舞台时间很有限，然后展示的层次也很有限，所以他这一类型的人灵魂有趣的地方还来不及展示。没错，我每次看到他，我就想到薛兆丰老师了。薛兆丰老师如果只录1次节目，你也会觉得就是一个刻板的经济学家，但时间长了你就知道，这种男人的幽默是很值得玩味的。幽默是跟酒一样，就需要时间去品。我觉得他厉害的就是说，他觉得其实在爱情面前，那些成本都不重要。是的。但是你在理性表达这个观点的时候，我觉得很接受。可是你在感性上分享的时候，我看你老是不开心啊，就是你回忆爱情都不高兴。对，可能我面部肌肉比较紧绷吧，没有放松开。就是每个人他呈现的状态和内心都是不一样的。你没有不开心，对不对？很开心啊，今天，只是我表情看起来比较冷静吧，就像要考驾照一样。对啊，你看他的那种幽默和有趣是需要释放的时间比较长，但是你的飞城之旅不会白来的，对吧？我相信。是，谢谢笨老师，谢谢。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我生活中的幽默可能跟台上的严谨是不一样的，台上因为紧张还有没有放开的原因，看起来比较严谨。实际上，在生活中我是个很活泼和幽默的人。我希望未来能遇到一个能欣赏我的理性还有性格的女生。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孟非老师好，黄老师好，陈明老师好，现场的24位美女嘉宾们，大家好，我是尹军，来自河北，今年31岁。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可以了，可以了。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
我希望和我未来的另一半一起去看北极熊。哎，为什么那么喜欢北极熊啊？对呀。因为北极熊我感觉是很可爱的动物嘛。而且就是看北极熊的地方，有可能还会伴随着这个下雪的浪漫的天气。哇哦！还有可能看到极光，就是极光和北极熊是个套餐。是看北极光赠北极熊。是看北极熊赠北极光。很严谨。许吉平。男嘉宾你好，我觉得北极熊好大只，好可怕。那我觉得企鹅比较可爱，能不能陪我去看企鹅？那是另外一个方向。没事，北极熊要是可怕的话，可以趁机拥抱一下嘛，拉近一下距离。哎呀，谢谢。北极熊确实是现在陆地上现存的最大的凶猛的食肉动物，所以你们俩抱在一起也不一定逃得脱。没事，我会保护我的另一半。哦，在北极熊面前，他说我能保护另一半，也就是先吃谁的问题。宋方瑞。就是男嘉宾你好，就是其实我是在东北，因为东北挺冷的，但是我可能是个假东北人，我不抗冻的，所以北极的话，我估计我是跟你去不了，但是我可以跟你去看熊猫，熊猫也是熊，那也可以，我觉得很可爱，我很喜欢熊猫。没问题。你知道看熊猫去什么地方吗？我就四川吧。哎，在成都去四姑娘山的路上，就可以看到卧龙有一个熊猫基地，在那个地方的熊猫是最多的啊，那也是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第二个问题，我不希望和我另一半出去吃饭的时候让我点餐。我可以解释一下这个话题啊，就是我有一点点选择困难症。其实这个困难症来自的原因也是希望让对方点到他特别喜欢吃的食物，达到一个非常好的用餐的体验。我觉得特别适合情侣一开始点菜的几个火锅，对，日料、西餐这3样东西特别适合情侣2个人比较好。邱静怡。那个就是我会比较喜欢的那种感觉是，就是男生点菜，然后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没问题，这个时间长的话，我要如果知道您的这个用餐的习惯和喜好的话，我一定会帮您做主。冯坤阳，他吃饭，他不要菜，帮我点米饭就好了。好的，明白。我知道一个很会的男生点菜就是很不尴尬的方法。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冯坤阳，他吃饭，他不要菜，帮我点米饭就好了。好的，明白。我知道一个很会的男生点菜就是很不尴尬的方法。先问你有什么忌口吗？然后女生说完忌口之后说，那我带你尝尝我的口味吧。如果不合你胃口的话，我回去一定会再努力做功课的。非常好的建议，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哎，这事不难吧？要约一个女生出去吃饭，你就问她呀，我们今天晚上吃饭，你先给她几个选项，你选嘛，你定了一个不就 OK 了吗？对，多几个选项出来。但有时候女生要说都行。然后你说一什么？他说：“哎，那算了吧。”然后你猜，都行你要猜不出，你不懂我。好，来看第一条片子。我是尹军，一名乐队主唱。进入大学，感觉自由了，除了上课，就是跟哥们们泡在排练室。我们的宗旨就是鼓声一定要大，演唱气氛一定要嗨，青春就应该尽情的释放。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写了属于自己的第一首歌，那是一首向往爱情的歌曲。初次见面，男生就为女生着迷，
男生觉得自己并不完美，但是为了女生会去追求完美。这也许就是我对爱情最美好的憧憬吧。当时以为我们可以一直在一起玩音乐，但梦想终究要面对现实。行，哥们儿，那我先走了。临近毕业，我们各奔东西。在音乐这条道路上，我们渐行渐远。那首歌也被我渐渐遗忘。我一个人因为学习阿拉伯语去了沙特做了翻译。2年后，有一次路过同事宿舍，发现他竟然有一把吉他。我走进了他的房间，一起唱歌聊音乐。你弹得好，唱得也好，可以做职业歌手啊。同事不经意间的一句话，却唤醒了我心里沉寂的梦想。回国之后，我立即联系了以前的队友，重聚排练室。当鼓点声响起的那一刻，仿佛当初的那群热血少年全都回来了。我就知道我们始终无法放弃梦想。为了支持我们的音乐梦想，大家一起开了一间音乐餐吧，让我们在梦想与现实之间找到了平衡。而那首沉睡已久的歌，我也不曾真的遗忘。如果有一天我有机会唱给全世界听，我希望有一位女孩能够真的听懂，会成为我歌里的那个女孩，让我为她着迷。你的那个乐队今天也来了，今天也来了，很荣幸。哇哦！来吧，哥们儿们。哇！很有范儿哎！你们这个帽子是从哪儿批发的？本来你也有一顶帽子的是吧？我没有。你是主唱是吧？对对对。大家好，我叫王勇，我来自河南洛阳，然后我和尹军是大学校友。我是尹军的乐队的朋友，对，我岁数比他大不少，我们都是因为喜欢音乐，所以才凑在一起。是的，我是我们 Yes 乐队的键盘手魏凯，我们就是通过这个乐队演出认识的，然后也是这么多年好兄弟。没错。今天给大家来一首歌，对，来一首我的原创歌曲。来，我们欢迎。When the first time see you there makes me want to know what exactly in your mind makes me love you so. Maybe pure in your eyes keep me think of you. Yes, to say the song that I wrote for you. I did a thing that I never could to make you love me more, love you more.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再来一首呗，还没听够。有请我们陈明老师跟我们一起来一首。哎，对了，我们这儿有个唱歌好听的。Yeah。他其实唱的比他说的还好。对，我怀疑我怕我拉什么后腿，你们这个已经没有，我是怕您唱完之后，这个现场女嘉宾都给您爆灯。别你到什么位置啊？在中间。我在 C 位 C 位。海阔天空 Beyond 好不好？会唱的就一起啊，一起啊！今天我暗夜里看雪飘過，為着能叫了的心
我飘遠方，風雨裏追趕，無理分不清影蹤。天空海闊，你與我可改變。誰未在變？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也會怕有一定會的。會的到，拋棄了理想，誰人都可以，哪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拋棄了理想，誰人都可以，哪會怕有一天？是你共我。陈明老师，我们再次掌声谢谢陈明老师哈，也谢谢这么优秀的乐队。来，吴婷。男嘉宾你好，我其实自己特别喜欢音乐，然后我自己会弹吉他、钢琴，然后打手碟，然后就是我也很喜欢这个，就是玩乐队。我特别羡慕，就是你能在音乐和生活之间找到一种特别好的一个平衡。谢谢女嘉宾，咱们有机会可以一起合作一下。对对对。贾明玉。你好，男嘉宾，我特别喜欢音乐，然后就是喜爱音乐的男生特别可爱。因为我觉得喜欢音乐的人，他都会有一个很梦幻的自己的世界。我相信你做这行会在一些长辈眼里看来，可能不是一个相对稳定的职业，对吧？你应该身边也会听到这种长辈说，你能不能好好去找个工作？对对对，是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对吗？是，确实有啊。刚开始其实我就别说别的，就是我父亲其实也不是很赞成我玩这个，但是。毕业之后，他也看见我坚持做出了一些成绩，后来就非常的赞赏我玩这个。我觉得坚持自己的喜好是一件特别牛的事儿，非常牛，真的。有没有人在你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曾经被某一句话深深的打动，或者终身难忘？有没有？冯坤阳。我知道一句话叫“每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这段时光是付出了许多努力却仍然得不到结果的日子。我们把这段日子叫做扎根。”就这段话曾经在很多我觉得低谷或者熬不过去的时候，给了我很多很多的激励。太棒了，非常有文采。单严谨。这句话是我妈告诉我的，我妈说你要学会享受孤独。所以导致我享受到现在你享受的太狠了。对，来相亲了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对我影响还是蛮大的。我听到原版还是拿破仑说的，说世界上所有伟大灵魂的共性就是享受孤独。从我们来说，没有人愿意孤独，对吧？孤独也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美好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应该在独处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修炼我们自己。是的，最好的状态是独处的时候也开心。跟人们在一起的时候也开心。来，我们看下一条片子。我身边有很多女歌迷，我不确定她们喜欢的是我的歌，还是我这个人，但我都会和她们保持应有的距离，最近的接触也仅限于合影，因为我爱的是音乐和她们听我唱歌的样子。可是我的初恋并不能明白这一切。我们相差6岁，相处1年，他最敏感的事就是我有女歌迷。我能理解敏感会让一个人想象出很多不曾发生的事情，但我不能承受敏感带给双方的痛苦。我会去哄他，但我无法为他放弃音乐，我也不想去改变任何人。所以如果你懂我，就请懂我关于音乐的一切。在和女生的相处中，我没有主动表白过，但有被一个女孩告白。只是我对她真的毫无感觉，不知道如何拒绝，才不会伤害她。于是我干脆在她告白时
找了个借口溜了。在未来，如果我有了想去追求的女生，我会花时间陪她，也会为她写歌，但我不会为了追她而放下工作去陪她。因为确定关系后，如果我做不到这些，就会给她带来落差。我觉得恋爱前后保持真实的自我，才是对对方最好的尊重。里边有一个事儿，我们听到，给我们造成了一点想象中的困难。一个人在跟你表白的时候，我们接受也可以，拒绝也可以，你找什么借口能够溜掉呢？当时可能这个心智也不是很成熟嘛啊，而且比较害羞。当时女生就是印象快毕业了啊，她约我到操场去，我们溜了4圈的操场。然后谁也没有说一句话，然后我当时也是1600米下来了。然后最后女生是问了我一句，就是说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呀？所以她这么一问的我当时也是不知道怎么回答。你要现在你怎么回答？就是说我们可能不太合适。他用灭灯响应了这句话。哎呀，我的妈呀！其实我觉得更好的做法是，如果你确实不喜欢他，就不应该发生2个人在操场走4圈这样的事情。对，一般关系比较要好的，走1圈下来，你能感觉到那个气氛，把你陷入某种尴尬的时候，1圈没结束就应该差不多了。等那句话出来的时候，其实怎么回答对对方可能都会有伤害。对，您说的非常有道理。其实1圈的时候我就已经发现，但是我这个剩下2圈，我其实在想到底该怎么解决。他用了3圈的时间，也没有想到脱身之计。确实可能比较晚熟啊。对，我要那会儿，可能走10圈我都没发现。2号。蓝安比你好，就是刚才我看视频，你有说就是前女友会介意你有女粉丝的这个事情吗？然后我想问一下，是那个女粉丝对你有什么过激的行为啊，还是说她只是单纯的介意你有女粉丝这个事情？应该是单纯不喜欢这个事情啊，并没有什么过激的行为啊。好，谢谢。5号。你好，男嘉宾你好，我非常同意你这段 VCR 当中说的第一个观点，就是你说女粉丝对你的喜欢，你不知道他们是喜欢你的歌还是喜欢你这个人。那其实你的歌是打动我的，但我并没有说因为你的歌而喜欢你，我更喜欢你生活背后的你的精神。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梦想，并且呢，就是你能够很好的去平衡你的爱好、梦想和事业，这是我非常欣赏的。谢谢。但是就是，就我在爱情中也是一个比较敏感，就是不太有安全感的人。明白。就以后如果，比如说我们在一起，你有很多女粉丝，不好意思，没事。肯定会有人跟你告白，那你那个时候会选择怎么做？等会儿，你为什么要先自己预设一个前提，就要肯定有人要跟他告白呢？真的，我觉得这是肯定的，因为他很有魅力啊，他很有魅力啊。谢谢谢谢。那这样我就没有办法，好吧？如果要是真的有人告白，我会很明确的拒绝，我说我有女朋友啊。比如说他要加你微信，那先备注好来历。这样，现在只需要明确一件事，5号，你是不是喜欢他，并且愿意留灯？挺喜欢他的，我。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了自己。但是还有个问题，题就是异地的问题。来，最后一个问题问完之后，
决定留灯还是不留？最后一个问题，你愿意在广州开一家音乐酒吧吗？如果我们发展好的话，我愿意啊，我愿意。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热情，越过谎言。来，我们看一下智推。大数据经过测算，瘾君的智推女生是孙楠1号。男生性格沉稳内敛，为了追求品质生活而努力，有原则和责任感。女生性格开朗外向，温暖善良，慷慨大方，愿意分享自己的内心世界，同样追求品质生活。两个人都喜欢安稳踏实的生活状态，在意生活的仪式感，都会在意情感关系里被接纳、被认可的感觉，能够感受到彼此在对方心里的重要性。来，最后一个问题，问1号和5号。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们认为在恋爱过程中，什么样的一天算是完美的呢？来，孙楠。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完美的。谢谢。就和自己的另一半。不是你。好的，明白明白。好，来5号。我觉得和喜欢的人在一起，每一个平凡的一天，它都可以是完美的。谢谢。你有3个选择，选1号，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走；也可以带5号走，也可以自己走。你的决定是？那我决定带走5号。来，恭喜你。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让他过来找你，让他过来找你，让他过来接你。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他确实需要一个眼科医生啊。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我对女嘉宾的印象就是感觉女嘉宾非常的用心，包括在跟我说话的时候，就是情绪上的一些波动，我都能感受得很细致。我感觉女嘉宾和我歌里写的女孩非常相似啊，就是让我感受到了心跳的感觉。男生吸引我是因为他在台上乐队很酷。我会为了女嘉宾去做一些相应的改变啊，去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哎呀，陈明说的对，他确实需要一个眼科医生。我充满着幸福的目光陪伴他走到这，耶！我1秒钟那个汗，你脑门的汗就下来了。他们走之前，我特别有一段话想说。这个男生说他以前交往过很敏感的女朋友，然后许其平说他也非常敏感。但是我在想啊，敏感其实不是一个负面的词儿，敏感是说明你对感情非常敏锐，所以敏感本身是一件好事情。其实是我特别想跟许其平说的。祝他们幸福。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孟非老师好，两位老师好，现场的所有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刘俊一，来自江苏徐州，今年32。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我希望就是在我冲动的时候呢，女方可以稍微拦着点我。
如果你的冲动就是他造成的呢？那就可以，那他更要蓝。冯奎阳，所以男嘉宾是一个非常容易冲动的人吗？这个冲动怎么说呢？也有好的时候，就是你冲动对了吧，他就是果断；你冲动不对吧，那他就叫异想天开。就是有时候我会有一些突发奇想的一些想法，比如呢？比如呢，以前我也来过许多次南京，经常会住青年旅社。那个时候我觉得，哎，青年旅社挺好玩的，大家一群人住在一块儿，有说有笑的。所以我回到我们家那边的时候呢，自己就把自己的房子收拾一下，哎，规划一下，这摆几张床，那摆几张床。都实施了之后呢，发现没什么人来啊。宋方瑞，你好，男嘉宾，我想问一下，您能喝酒吗？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宋方瑞，你好，男嘉宾，我想问一下，您能喝酒吗？我只能喝3瓶啤酒。那如果你要是找一个东北女孩去另一半家里喝酒的话，就是我们家就属于这酒品见人品的那种，就是必须得让你喝。喝行啊，我那个演技应该还行，我就演喝多了不行吗？反正情谊到了就可以了。这就涉及到人品了。没有。邱静怡，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你在就是感情方面也是会比较冲动的人吗？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就是一见我看你啊，我有冲动，我有冲动。你看着我冲动干什么呢？20号。我想问一下，你冲动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会非常疯狂吗？我的冲动就是说，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什么事情，我就要去做，我就要去执行。我需要你来帮助我去分析是否是有可行性的、靠谱的啊这种。要有一个有头脑的女生在旁边。来，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希望女生在面对第三方的一些意见的时候，有自己的一个立场和定力。你看他这个双重否定多麻烦！我不希望另一半对外来意见没有定力，换句话说就是我希望另一半对外来意见有定力。对呀。这么好好说话不行吗？我看想了好半天，我这个脑子也慢。脑子慢了，那我就 pass 了嘛。你冲动的时候确实就需要人拦一下，我发现。14号。Hello， 男嘉宾，在你们交往过程中，你们2个人的意见发生了分歧，那这个时候你还是希望他是一个对外来意见很有定力的人吗？就是你也是一个外来意见。就是怎么说，你2个人意见不同的时候，我觉得很正常嘛。这个东西可以讨论，可以研究。那你会比较希望女朋友听你的，还是你听女朋友的？我觉得看事儿吧，如果真的是一个比较正经的事儿，这个东西就是需要2个人一起讨论，然后分析。好看第一条片子。猜猜我是干什么的？职业经理人、老师、销售。我叫刘俊一，一个名副其实的音乐个体户。我不是专业歌手。写歌呢也是全靠感觉，灵感呢大多诞生于浴室，因为我洗澡的时候特别喜欢哼歌，有时候洗了一半呢灵感就来了，所以我就要挂着浴巾就得赶紧出来，录完之后呢再进去洗一次澡要反反复复好几趟，而且我的歌90%都是诞生在半夜12点之后，越迷糊越有灵感，大概写了20-30首自己的歌曲。从小我在爷爷奶奶家长大，
很少和家里人交流。一个人时候呢，我就喜欢听歌，从饭前省一点钱出来，就用来买磁带。音乐就像是我的朋友，在音乐里呢，我感觉到自由，感觉到快乐，我感觉到自己发光发亮了。我不太喜欢说一些漂亮话，关系越好的呢，我反而越喜欢损他们。在徐州这个文化圈里呢，有一项我是最看不惯的，就是敬酒文化。酒桌上常常听到一句：“兄弟，干了这杯，你不干就是不给我面子。”我这个人本身也不喝酒，但你要是这么逼我的话，那对不起，我就是不给你这个面子。我叫刘俊一，有房不大，有车一般，是一个三观极正的有志青年，希望你能喜欢。来，烛影摇晃，黯淡无光，谁在思念他方？满盈着老酒一壶，只图增惆怅。故语长卷，千里之遥，却因刻湖面上。不忍心触碰念想，又紧我步伐。也曾与你共赏春花秋黄，不见昨日景象。谁回头看，只剩一盏烛光，远方。可以啊，你唱的。还行。还想听哎，真的挺好听。来14号，想听什么？我想听《永不失联的爱》，可以吗？这样啊，我过半个小时来找你。亲爱的，你躲在哪里发呆？有什么心事还无法释怀？我们都习惯了原地徘徊，却无法习惯被依赖。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联的爱，何不在原地我把手轻轻松开，请快回来。想听你说你还在。来，李美嘉。我想听那个有点甜，但是男女对唱的，可以合作一曲吗？可以。已经约定过，一起过下个周末。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我也不知为何，伤口还没愈合，你就这样闯进我的心窝。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用最浪漫的副歌，也轻轻的附和，刻画最幸福的风格。有点甜啊。最近来唱歌的男嘉宾挺多的，但我还蛮喜欢听他的歌。来24号。就我觉得我跟男嘉宾还是挺有缘分的，因为我爷爷那一辈就是徐州的，而且他唱歌也很好听，就是他唱歌的时候我就挺心动的，被你才华所折服。谢谢。他这个稳重的样子有没有让你想起你爷爷？我能说两句吗？你能。我一直都没来得及表达一下我对两位老师的爱慕之情。
那你刚才不给我们献一首歌？刚开始认识陈明老师是在那个很多外国朋友那个节目上认识您的。哦。那时候觉得您特别的幽默睿智，后来在您那个慷慨激昂的辩论那个上面，我觉得您把我给征服了。您是我这心目中的至少排在前3名的一个偶像。然后你差不多了，你来找对象的。你不是来跟我们3个比的那个他刚刚想夸我呢，你给他一个机会。我以为他只挑男的夸啊。来，剩下5分钟到黄澜了。黄澜老师就是因为您是那个可能幕后比较多一点，所以认识您也是在这个《非诚勿扰》。那如果说陈明老师是我的心目中的偶像，您就是我的梦中情人的。陈明在偶像是前3名，黄澜是能排100强。陈明老师是偶像这一挂的，然后黄澜老师是那个情感这一挂的。它是分不同的排行榜，分板块。4号。那你介意找一个就是跟你一样冲动的女生吗？哎呀，那每天以后生活就是冲动。就是你怎么个冲动啊？比如说，就今天在这里，第2天我想去上海迪士尼玩，然后我就要第2天就要飞去那儿玩。这还行。对，因为我年纪还比较小，所以说我特别喜欢冲。我喜欢动。哎，挺好的。看下一条。我一直在寻找爱情最初的样子。很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分开了，各自去追求自己的爱情。就没记事儿之前呢，我脑海里呢，对我妈唯一一个画面就是我妈骑着自行车从我们家走了，我们全家人都站在门口，就是看着她越走越远。我感觉我当时是在蹦着哭，我印象中是这个样子，就是舍不得我妈离开嘛。我从小跟爷爷奶奶一起长大，也不太爱跟家里人交流。我堂弟小时候比较皮嘛，我叔我婶呢有时候就好说，你学学你哥哥，你看在饭桌上都不说话，你看看你这皮上天了都。有时候会用我不爱说话这一点去教育我弟弟，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羡慕的。我又不是不可以交流，不被允许交流，只是我自己就是不想嘛，不想的事情就不做嘛，我觉得这挺好的。从小没太有父母的引导呢，确实我对很多事情也是明白的挺早的，所以遇到什么事情呢，我能自己解决就尽量自己解决。我特别不喜欢麻烦别人，包括我的家人，我也不太喜欢去打扰他们。我觉得我还挺好的，我觉得我现在表面上也很欢乐，对自己追求也是非常坚持的一个人。这些年我也在想，我未来的另一半到底会是什么样子，我也在不断的去完善自己。曾经因为年轻不懂得去照顾对方，留有一些遗憾，因此我对后来的女朋友加倍用心，事事顺从，最后却以没有考虑结婚为由被通知分手。其实不爱了就是不爱了，不用拿这个来当借口。虽然父母没有给我一个完美的爱情范本，但我内心是非常渴望一段纯粹的感情。未来我会好好经营自己的爱情，给我的另一半幸福快乐的生活。我们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分手的时候要不要彼此给个理由。好像有非常鲜明的2派意见，有人说分了就分手了，不联系淡了就淡了，为什么非要有个理由呢？有人说那不行，既然开始了一个恋爱，有开始就得有结尾，就得给个说法。对呀。我想这个话题你们觉得，来，于晓彤。因为我之前的一个前男友就是让我感觉很伤的，就我觉得哪怕你给我一个小小的理由，哪怕是骗我都可以。因为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会陷入一个自我怀疑的状态。
大概2、3年后翻微博的时候，我发现他跟我分手之前已经跟他一个女同事就是很暧昧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可能会释然很多，就我觉得要有一个小小的交代，这样比较好。2位，这个事儿你们的看法？我的感觉就是需要理由，因为人是一种需要理由的动物，不是在分手这件事情上，几乎所有的事情如果找不到一件理由，找不到一个让我们觉得心安的原因，就会在强大的不确定性当中。之前一个古希腊的将军说一个原因胜过30座城池。原因的出现意味着我下次可以同理规避，机会得有就马上让自己心里踏实一点，否则的话你就会在无数的原因当中徘徊，那更折磨人。所以真诚沟通，是什么原因就说什么原因。但是不爱了背后也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当时分手的那个原因似乎是因为某一件事情，可是有一阵子好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回头想想，好像也不只是那个事儿。所以我觉得最好是能够给一个理由，因为让大家会知道这个爱情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然后我们以后可以怎么样的去规避那些问题。原因是可以更新的，对，不是一成不变。来，最后一个问题，孙楠。我刚才在短片里看到你提到你父母的婚姻的问题，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你父母的这个爱情和婚姻有没有影响你对爱情和婚姻的一些？有，肯定有。我从小是跟我爷爷奶奶长大的嘛，然后父母之间没有说一个恋爱的范本摆在我面前嘛，我也不知道到底2个人生活或者未来的家庭应该是怎么样一个模样，而且我也不想让自己以后走我父母的这种老路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感情的追求度比较高的一个原因。当然了，我并没有因为觉得我的家庭情况或者我父母的婚姻而去抱怨什么。我觉得，我这条路走的人也不少，挺好，挺好。好，谢谢。现在留灯的是爆灯的24号，看一下他的直推。有建议的直推女生宋方睿。男生注重生活品质，儒雅绅士，有审美品味，爱干净整洁，独立自信开朗，聪明爱学习，喜欢享受生活。女生呢，聪明自信，学习能力强，爱交朋友，有冒险精神，为人踏实靠谱，有爱心。两人爱好相似，脾气相合，不容易争吵，很注重生活品质，是一对不断改善自己，以达到彼此相互适应的成长型伴侣。我们再看一下心动女生是哪一位？我一个不问一个碰到你的一杯，因为我没什么天造地设的预留，人生不完美，陪你去体会。你们有没有注意到24号爆灯的时候说了很多，想起他的爷爷那一辈啊，被他的才华所折服的时候，他的反应是哦，谢谢。我也不理解他为什么24号爆出来说他好平静啊。我也在琢磨，他是强压着自己内心的波澜，很有城府的样子呢，还是我忘了呢？解释一下你的这个情绪状态。就是因为我点的随机啊。可是这样，我要是24号，我会很难过哎。我为你爆灯，然后我以为你心动的是我，结果你是随机，你是怎么解释一下？这不挺好吗？就是随机都能随到你啊。来，最后一个问题问2个女生。就是以后我还会从事这个音乐这个行业吗？我不知道，就是2位女嘉宾，如果说成为我未来的一半之后，对我这个工作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看法？宋方睿，我也跟你一样，我也是从小爷爷奶带大的，就是我对感情这方面还是挺缺少安全感的，就我不太能理解，就是，你比如说在外边奔波呀，或者怎么样，我觉得会给我缺少安全感。
而且我觉得你很帅，我觉得喜欢的小姑娘也挺多的吧。我以前也这么觉得的。你看都32了，还得来《非诚勿扰》找媳妇儿，你就知道我们那个多不好找了。24号。就是我能理解，然后也会非常无条件的支持，因为我自己本身平时也挺忙的。就是我想问一下，你接受异地恋吗？我有一个，我不知道这叫毛病还是特点啊，就是我在异地的时候，我这个人没什么，就是话可以说。就是两个人就是没有一起共同生活或共同经历之后，每天的可能问候就是你在干嘛？你吃了吗？晚安。大概我。就是我肯定是希望你能为我来到我的城市，当然我也可以为你去徐州。一起走，一起走，但愿你不会忧愁，牵着手，牵着手。带你去宇宙遨游，给你所有最好的心情。好，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选宋方睿，你有可能会拒绝，你自己走。你可以牵24号走，也可以自己走。你的决定是？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好，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选宋方睿，你有可能会拒绝，你自己走。你可以牵24号走，也可以自己走。你的决定是？我自己走吧，我还是自己走吧。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我拒绝24号，主要还是异地恋吧，因为以前有过这种经历，所以说我对异地恋基本上是。持非常坚定的一个反对态度的。我就想跟24号来说一下，就为什么他会不选。我猜哈，像他这么不太会说话，他说的话基本上开玩笑为主，他不太会表达真实的情感，所以异地恋对他来说就会有点障碍。他就说了嘛，所以就沟通这事儿他不是特在行。是，他实际上有一层比较厚的壳。对。就他用他的一种。雅痞的或者幽默的，把自己裹得很严实，但是要走进去非常难的。对。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原地不动是为了看得更明白，爱情不能不清不楚。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纷纷扰扰之间，我明亮了双目，超能与我相爱的人一起到老。